This channel, a systematic teaching, enables you to put an end to suffering and reincarnation. Please find the playlist of this series in the description. Mahayana Pure Land welcomes you. 好，第三个案例，我们是讲赤诚护法往生。那么这是今年刚刚往生的6月份在走的，安徽省庐江县实际禅寺满诚老和尚。满诚老和尚他是实际禅寺的住持他生于1934年今年往生，他的这个岁数是75岁。那么这位老人家，只要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待人非常诚恳，非常厚道是位老修行那么他一生都是谦敬忍辱，可以说吃尽了苦头，护持正法，为法忘躯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修持念佛法门专门学习印光祖师的这个开始那么他后来恢复了实际禅寺，这是1000年的古刹在他手上恢复起来的把它建成一个净宗道场尤其是呢，他最敬仰的是我们师父上人他一直都念念想着迎请老法师我们师父上人回到家乡我们师父上人家乡就是安徽省庐江县迎请老人家回来实际禅寺讲经说法，果然在2008年去年如愿以偿满诚老法师非常的慈悲非常的谦虚他尊我们师父上人为师还要做我们师父上人的弟子那师父上人对他也是非常敬重那么由于他的祈请，师父上人得以回到家乡来讲经讲华严。第一次讲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华严观，就是在满诚老和尚护持下在实际禅寺完成的他在实际禅寺建了华严讲堂那里有摄影棚，有很先进的设备可以现场在网上直播那么当时满诚老和尚已经是这个身患了肝病但是他拖着病体依然这个不遗余力的在护持师父上人那么师父上人建议在实际禅寺起建护国息灾百期30系念法会百期是100个期就是700天将近2年才能完成，天天做30系念那么满诚老和尚当时就决定依教奉行所以呢这个起建前无古人的史无前例的百期30系念法会，这个功德是无比的殊胜大概是
这种功德后来不久以后汶川大地震大地震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震动，但是安徽省我们那个地方庐江县没有震动当时默学也跟随我们师父上人住在世纪禅寺华严讲堂每天我也在华严讲堂细讲我记得在汶川地震的那天08年5月12号，我的下午还在摄影棚里讲课出来之后才知道原来发生地震这是因为法会的缘故消灾免难要不然可能这个地震灾难会更严重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在世纪禅寺建立华严班任命我做教务满城老和尚全力的护持每一次我去看望满公，他都跟我谈过很长的话，都是苦口婆心的来鼓励我要发心要为正法要去献身少龙佛种，弘法利生他说他全力以赴支持我们培养弘法人才他说希望实际禅寺和这个在后山野夫山上有一个伏虎寺，两个寺院建成净宗道场而且要建成全国净宗道场的一面旗帜。满公老人家悲愿宏深从跟他的谈话当中，我就深感到他那种为法忘躯那种悲心悲愿他说他一定要护持师父上人他说他不能走在师父上人之前要护持师父上人到底但是很可惜这个众生业力很重，他老人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没有完成大愿他的肝硬化的病情就加重那么在今年5月份这个他病情加重，那么实际禅师的四众弟子都在读诵地藏经并且给他放生回向。那么到6月4号满公接受这个齐居士的邀请到杭州邵逸夫医院接受治疗。那么齐居士也是精心护持那么当时病情非常的严重满公处在肝昏迷状态。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和胡居士对于这个满公他的病情也非常关怀他嘱咐全世界的净宗同修为满公念佛祈祷回向而且嘱咐医院要全力的去抢救。后来满公在这个医院监护室
慢慢苏醒过来了。在他半昏迷状态当中，他喝下一点这个米汤，马上就问说：“老法师啊，喝了没有？”你看他在半昏迷状态，都念念想到我们师父上人。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那么由于医院的治疗很得力，病情得到控制。那么从这个监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可是没多久又开始发高烧。这个他的肺部和气管感染并发症。那么后来医院继续抢救，又控制了病情。那么满公老和尚最后决定不要再治疗了。他坚持要回世纪禅寺念佛。他对自己身旁的弟子说：“在我病情最危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我送回寺院。”那么后来在齐居士的安排下，满公跟我们师父上人通了电话。那么满公就在电话中说，他说的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这个感恩老法师和齐居士这个护士安排名医专家来维持我的生命。第二个呢是感恩医护人员医治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关怀。那么第三呢，说我已经早把皮肉交给常住，把性命交给龙天了，对生死早已看淡。自从跟老法师您接下这个殊胜的法缘，我就全心全力护持您老人家。但是现在感觉到力不从心了。我自己心里非常的惭愧。这个没有给众生做一个好的表法。那么他又说，老法师您80多高龄了现在还在海外漂泊在弘法，还不能回家乡，说我很对不起你以后呢请老法师你多多保重。那么这个电话打完之后，满公也就决定回寺院。那么当时我在北京正准备从北京飞杭州去看望他老人家。那么直到他回寺院，于是我马上改道飞合肥回庐江。那么结果呢，在路上送满公的人把他送到合肥医院去了。那么因为当时还想着要抢救老和尚，但是老和尚自己说我们出家修行人视生死如愿家我们不治了。他最崇敬印光大师。印祖说念佛人有病当一心待死，若世寿未尽，则能速愈。以全身放下念佛最能消业，业消则病愈。若放不下，欲求好，倘不能好，则决定无有往生以不愿生故。所以他记住印祖的这个话一定要求回寺院。那么结果四众同修最后就把他从合肥送回世纪禅寺来。那么结果回到寺院之后
老人家已经是弥留之际了。那么回到实际禅寺，四众同修已经在念佛堂布置好这个往生堂了，大家给他念佛，结果回到来之后没多久，满公老和尚就断气了。那么断气的时候是下午3点10分，那么结果当时呢，我从北京赶回合肥，然后从合肥赶回庐江，赶回到庐江实际禅寺是下午6点多，是他往生3个小时以后，那么我当时呢，这个连行李都没放，赶紧呢到这个念佛堂来，去看他老人家。那么一到了他的这个床榻旁边，我就跪下来，因为呢我看到这个大家正在助念，开着念佛机，这念佛机呢，这个有一些声音呢，并不是非常的集中，这个我为了让大家提起士气，我就请他们把这个念佛机关掉，我就跪在满公的床榻前，我给他简单的做了一个临终的开导，我说：尊敬的满公老和尚，现在是你往生的时刻，阿弥陀佛就站在你面前，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引导他，我说你现在万缘放下，什么都不要牵挂，就牵挂阿弥陀佛，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你这一生护法功德很大，你以此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得生。现在请你跟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结果我这一跪下来，大家也跟着我一起跪，大概在堂中念佛的有将近100人，大家这一跪下来开始念阿弥陀佛，我们就用轻声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这个声音都好像打入满公老和尚的心田。这个因为我刚到的时候我发现老人家的面相还有一点痛苦的样子，他这个脸色有点青黑，大概是这个肝硬化的时候他还肝腹水那种痛苦是很难忍受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念这个再念的1个小时，我们就给他又开示一次，开示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提醒他念佛求生净土因为神识一般来讲在8个小时之内可能都不会离开身体结果在念到12个小时以后，我再轻轻地打开他的陀罗尼被，看到他的脸色已经没有青黑的样子了，也没有一点痛苦的神情，很安详，像睡着一样面色呢这个变得很正常那么面色有改变，说明他的神识当时还没离开身体，那这个时候助念就非常关键给他念佛，给他开导，因为老人家生前就有愿要往生净土，只要一点醒他，他就能够记起来临终一念10念决定往生
结果后来一直念到15个小时之后，我呢在旁边隔空这个距离他的皮肤大概1公分的这个距离去探摸他的身体，发现他是全身都冷透，他的脸、他的这额头他的这个脖子这些地方全都冷透，最后只有头顶还有余温，还有一股暖流往外冒，能感觉出来，我是用这个手背来去探摸，因为手背对温度的敏感度比较强，感觉到有一股这个暖气从头顶喷出来。那我也叫了其他的这个2、3位法师在旁边助念的也来这个探视，他们也有同感。那么到24小时之后断气24小时之后才给他这个入殓。那么给他洗身换衣当时墨学跟华严班的法师们一起给他换衣服，给他擦身，竟然发现呢，你看6月份的是夏天而且他肝腹水肚子本来胀起来的，结果呢24小时后他就下去了本来他的这个俗家的亲人呢担心呢如果不早一点给他入殓呢，怕他的肚子会破掉，因为肝腹水，水排不出来会破我们就坚持说不能这么快，一定要等到助念24小时之后才能碰他的身体如果有问题我们负责所以话说到这儿他们也就不好再坚持了结果没有发现没有想到这个他往生之后确实是不仅身体没有一处破而且呢肝腹水胀起来的肚子都平下去了，而且身上一点异味都没有夏天没有一点异味，身体呢非常的柔软，像棉花一样，像面条一样给他的手这个脖子这个给他擦身的时候，他这个柔软的比生前还柔软。那么入缸之后因为实际禅寺他们入殓呢是把这个人把法师装到这个缸里头盖上缸盖准备呢这个封上3年再开缸，看看这个人这个如果他的身体没有腐坏，那就作为肉身菩萨来供养所以装缸的时候当时跟我一起装缸的另外一位法师跟我同样都闻到一个奇特的妙香那么据实际禅师的同修们告诉我说，满公老和尚往生的当天晚上，天现瑞相天现祥云那么这都是足以证明他老人家是回归安养了往生净土那么尤其这里要提一下这个印光大师临终3大要这篇文章里面就有讲到临终这3个大要，第一个是要开导开示病人放下万缘求生净土第二个呢不能够搬动身体，不能哭泣这个一搬动一哭泣就会引起亡者的痛苦要给他念佛那么第3个
这个给他做后事一定要这个用念佛如理如法的用佛法的形式给他做后事。那么满公老和尚这3条都符合那么走的时候全身柔软，头顶温热，这也是往生的一个证明印祖在临终3大要里面有提到所谓鼎盛眼天生，人心恶鬼附，畜生膝盖离，地狱脚底出这是讲人呢往生哪一道，它有一个征象。头顶出去的，也就是全身冷透了，头顶还有余温，证明他的神识是从头顶出去。那么这是往生圣境，往生净土了眼天生，从额头这个地方出去的全身冷透，这是最后还热的，那么这是天升天道了。人心从心口这出去的，这是往生人道；从肚子这出去的恶鬼道；从膝盖出去的，这是畜生道；从脚底出去的，那就是地狱道。那这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一种现象。那么满公老和尚是从头顶出去的这是他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看，确实是因为他发真实的菩提心，护持正法，续佛慧命这个大悲愿力感召而得来的他念念所希求的，就是让我们师父上人回到家乡讲经说法将净宗带起来所以师父上人这个讲经弘法在中国在近期就是靠满公老和尚护持所以这个在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我们看到弥勒菩萨讲到10心向佛，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其中有1心是依佛正法，不惜生命，乐守护心。我们看到满公老和尚真正做到了护持正法，不惜生命所以将这个功德回向往生也决定往生。